近期，挪威女子沙滩手球队因集体穿短裤而不是比基尼泳裤参加比赛，被欧洲手球协会纪律委员会罚款了1500欧元，无独有偶。此前在铁人三项比赛中，我国一级运动员冯敬爽身穿的紧身铁三服被批不得体也上了热搜。虽然是不同的运动，可是都在说一个问题，那就是运动员着装。似乎在体育这个场域里，女性选择穿什么或者拒绝穿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成为一个话题被讨论起来。穿得太性感要被批，穿得保守又要说没有观赏性。读者只想说，做女运动员实在太难了。那今天读者就来聊聊女运动员着装的奇葩规定。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我们都知道，体育赛事讲究公平、公正、公开，但是很多项目对运动员的着装规范存在显而易见的男女双重标准。比如女性运动员参赛时，有人第一眼看到竞技，有人第一眼看到的却是身体。在1999年女足世界杯中美决赛上，查斯坦穿着宽松的白色短袖套装，在最后的点球大战上，他十分害怕当时的中方守门员高红。顺便说一下，当年是中国女足巅峰，美国其实没有信心能赢，所以查斯坦这一脚紧张的全场10万观众都屏住了呼吸。最终他听了教练的建议，临时改用左脚，竟然进球了。查斯坦一边狂奔一边激动地脱掉上衣，跪在草坪上，全场观众倒吸一口凉气，头一回看见了女足 T 恤里头的内衣。这么一件平平无奇的运动内衣，招致了无数难听的骂声，轻则说他不尊重世界杯，重则荡妇羞辱。要知道，在此之前，男足运动员激动起来脱光上衣是常有的事儿。然而次年，鉴于查斯坦造成的恶劣影响及其他原因，国际足联规定，足球运动员在场内脱掉上衣会收到黄牌警告，无论男女。最初奥运会其实是裸体比赛的，运动员们自豪地展示生猛发达的肌肉，人们欣赏这样毫无顾忌的美感和力量。与此同时，男子体操服通常是长裤，不能否认，袒露大腿能修饰身材比例，这对强调造型美的体操有一些加分。而且从保守的遮掩到坦然的展示，这个过程是进步的。但是在某个时代节点，消费主义和男性凝视介入其中，这一切就变得复杂了。在权力倾斜的性别政治里，穿着紧身衣的女运动员变成了观赏性十足的对象。一个从小做体操训练的德国女子体操队员说，我小时候觉得紧身衣没什么，直到身体发育之后就感到很不舒服，尤其是经期。根据英国电信体育台在2017年的调查，80%的全职女性运动员会对自己的外形和身材感到焦虑，其中87%会因此影响到进食习惯。就是说，在这种男性凝视的赛事氛围中，女运动员们会因为身材焦虑而寝食难安。具有的女运动员反映，我们身体的自主性，其中一面是能够大胆地展示自己，另一面是当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也可以多穿一点，而拒绝的权利更能名正自由。如果穿衣不自由，何谈公平、公正、公开、更快、更高、更强？一部分运动员和教练已经意识到这些着装规范里的性别歧视和身份政治，并试图打破不合理的着装规范。比如德国的女子体操队，此前德国女子体操队曾穿着紧身长裤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赛，这是他们票选出来的服装。他们明确地说，实在是厌倦了三角高叉紧身衣对女性身体的性化和物化。根据国际体操总会的规定，只要设计优雅，女性参赛者可以穿着长到脚踝的连体紧身衣。但是据读者发现，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女子体操队员身穿长裤参加比赛，其中一个原因是存在某种秘而不宣的评分密码。大家都认为露出整条大腿更能展示出所谓的女性魅力，更能博得评委们的欢心。另一个物化和性化女性到令人发指的体育项目是女子美式橄榄球。在美国，女子橄榄球有很多联赛，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传奇联赛，又称内衣联赛。赛场上，女孩们戴着头盔，只穿着胸罩和三角内裤角逐。闹剧性质的赛制起源于超级碗的中场休息娱乐项目，是业余赛。因为业余，这些女运动员没有薪酬，还要自己掏钱买保险。我们都知道，橄榄球的受伤率非常高，从男子橄榄球的着装隆重程度就看得出来。而只穿内衣的女运动员经常摔到头破血流，全身多处骨折。
需要手术住院。内衣联赛一直受到外界的抗议，谁也闹不明白这种畸形的比赛存续将近20年到底是为什么。再举几个例子，网球比赛这样强调技巧和力量的体育竞技，也有让人琢磨不透的着装规范。1919年温网公开赛，当时女子单打已经有35年，但是女选手都被要求穿着束胸和衬裙上场比赛，窒息程度可想而知。而苏珊·朗格伦是第一个只穿白色连衣裙的选手，全场惊呼怒斥其不雅。30年后，美国选手格特鲁德·莫兰穿了一条有衬裤的网球短裙，温网官方再次宣称，她把粗俗和罪恶带到了网球运动里。总之，穿裙子是擦边暗示。1955年，12岁的比利·简金被禁止参加网球俱乐部的合影，因为他穿了短裤而不是短裙。2018年法网公开赛上，塞雷娜·威廉姆斯出于血液循环相关的健康考虑而穿着紧身连体衣比赛。法网官方对此非常生气，并宣布将实行更严格的着装规范。总之，穿裤子没有女性气质。到底女运动员们应该穿什么呢？女运动员们一再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穿着更利于发挥水准的衣服，而一再受到外界的非议和白眼。这样的身体立场和舆论环境之间的推拉看起来无休无止。相比女运动员们的专业性，人们似乎更在意她们是否着装得体，本末倒置，让读者难免好奇，体育难道最重要的不是创造一切条件来让运动员不断突破人体潜能的上限吗？如果男选手觉得穿短裙打网球很舒适，又何尝不可？种种现象也反映出一系列问题，那就是体育赛事从来都不仅仅是人体潜能的竞技而已，其中焦灼了互不退让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一切都是权力。比如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有一幕非常讽刺的场景，女子沙滩排球赛上，埃及对德国，一边是长袖长裤，绝对不能性感，另一边是超短比基尼，绝对要性感。两种父权逻辑正面交锋，女性身体变成了权力规训的战场。也有人看到的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无论如何，他们都是那样顺从地遵照了框架里的着装规范。2004年，国际足联前主席塞普·布拉特在一次声明中提议，让女足运动员穿更紧身的短裤来提升女性气质，从而让足球更受欢迎一些。听到这样的旁门左道，你就会明显感觉到作为女性所遭受的制度暴力，运动员也概莫能外。在某届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队入场照样是男性穿裤装，女性穿裙装。我们看比赛的时候，镜头紧紧跟随着运动员的一举一动，所有人的神经脉冲也随之起伏，这就会让人以为他们是一切的主角。实际上，他们要听教练的话，听裁判的话，听各种各样协会的话，而鲜少有人听他们的话。诚然，想要参加比赛拿到好成绩，就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做。好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女运动员敢于做出自己的选择，对运动员性化勇敢说不。因为大多人批评奥运会赛场上对女运动员的性化，东京奥运会主办方在播放赛事时就禁止出现太露骨的画面。在2018年，奥运会指南就表示要将运动的魅力而不是性感的魅力传播出去，不要出现不必要的胯部、胸部和臀部镜头。虽然很多女运动员仍然遭受男性凝视，但至少人们渐渐意识到问题，并想要改变。读者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把穿什么的权利交给运动员自己。既然是成年人了，应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穿什么是运动员的自由，大家无需多加干涉。观众也要回归到比赛本身，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比赛上，而不是聚焦在女运动员性感的着装上，这才是体育的宗旨所在。好了，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